我跟我女朋友已经认识1年多了。他是一个很阳光、很温暖的一个男孩子。我现在特别爱他。然后最近呢，我妈妈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就是反对我和我女朋友交往，可能是由于我女朋友比我岁数大几岁吧。现在我觉得年龄大的话也不是什么问题，可是前一段时间他妈妈突然来电话说，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不给房、不给车、不给婚礼。他妈妈现在这个态度，就让我在想，他是不是想拆散我们？我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妈那边怎么说？我会想办法能说服她，我还是不希望我女朋友放手。我们只想要用真心真意去在一起。未来婆婆的反对，又那么时尚的姐弟恋，这对恋人的前途何在？5位老师拜托了，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宋，2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学生；女主人公小贝，26岁，来自北京，10元，学历本科。来，有请2位。你好。你好。谈了几年了？1年多。你22岁，现在还在读是吧？啊。学什么专业？空乘。毕业以后要去做。先是面试，先是地勤，然后面试成功才是上机。哦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我去他的学校找我的朋友，然后当时他在操场上打篮球，同学挺多的，然后我只是淡淡的扫了一下，觉得那个身影很帅。等到比赛结束以后，我的朋友说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小朋友吧，我刚认识的小学弟。没想到就是打篮球的那个他，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聊天啊，被他给吸引了，然后留下联系方式以后，就经常联系，慢慢的走到现在。谁主动啊？我主动。你知道他年龄比你大吗？第一次见面不可能问那个他年龄多大嘛。然后之后多见几次面，然后我就知道他比我大，但是也没想那么多当时。你们俩之间没矛盾吧？有啊。他妈妈不同意我们2个在一起，然后他又不跟他妈妈说清楚，弄得我这边很为难。他母亲为什么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呢？他母亲觉得我年龄大。2个都是我最爱的人嘛，一个是我的亲人，一个是我的女朋友，2面我都挺为难的，不知道怎么说。那个小片里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没房没车没婚礼是吧？要好。对，这是他母亲亲口跟他说的。我觉着我是他亲儿子，就这一个儿子，我妈也应该会，可能是需要时间吧。我妈现在不能接受。趁你妈不在，你跟我说句实话啊。是他还是你妈心理天平哪个稍微重一点？我还是更在乎我女朋友一些。就是你妈如果不是那么强烈的反对，就应该是他了，是吧？如果你妈是那么强烈的反对，就应该是你妈了，是吧？我喜欢他，我不想跟他分开。他妈妈觉得我年龄大，但是现在人家都有说一句话，女大3抱金砖嘛。你不是大了4岁吗？那得抱多大块的金砖呀？有这感觉吗？有这感觉，我都挺相信我俩自己以后能奋斗特别好。那你还不跟他站一起？我们听听母亲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来，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小宋的母亲，来有请。你好。你好啊。我就不同意他俩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岁数大了4、5岁，女人嘛，当你结婚的时候，有了小孩以后，变化很快的。可是这个我们2个都不在乎呀，我们2个感情好啊，那不行，我得要在乎啊，因为比我儿子大那么多岁，不行啊。不是妈，你说年龄是问题。以前我找那些小的女孩，一个电话不回就特别怎么说，就大吵一架。现在他特别理解我，比如说我喜欢吃您做的那个鸡蛋炒柿子，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四处打听怎么能把这个菜做得好吃，然后亲手经常给我做，对我一直特别好。好也不行，因为他比你大呀，我就从内心里我接受不了。大姐您看，第一个年龄不行，第二个是他这个外形啊根本不行，太瘦了。我昨天到了天津，到了就看他上面吐下面泻，就有病殃殃的感觉，我这心里就是非常不舒服。阿姨说他太严重了。就是第一年龄不行是吧？年龄不行，他的身体也不行，他得传宗接代呀，必须得身体得胖一点，最起码是健康啊。按您这标准，你那会儿怎么嫁出去的呢？我健康啊。那你怎么说人家不健康呢？他就是不健康，因为上次那个在3月份的时候吧，我儿子来一个电话，就是支支吾吾的就说的，他那个
怀孕了。当时吧，就是我挺吃惊的，因为我们老家是北方的，爷爷奶奶呀老少4代，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了，奶奶同意。到5月份的时候吧，我就带着老家的那个土特产呐，很多那个营养品，我就来到北京来了。我现在看看这事儿，商量商量，把它继续进来。但是我到那以后呢，说没怀孕。完了，虚惊一谈，我心里就是很难受。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吧，我就是也跟他聊一聊，说的，哎呀，现在我们不想要孩子，有个就是丁克家庭啊，还不想要孩子。你说我儿子，在我们老家来说，必须得传宗接代，得回到老家。我给您问啊，你们俩谁不想要孩子呀？其实我跟他的想法也差不多，不想要那么早，就算要孩子也是29、30左右。你看，人家还是。但是你能想到，他29，他比他大3、4岁、4岁呀。33岁也可以啊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他33岁的时候，他的爷爷奶奶多大了？因为我这关我可以等，爷爷奶奶能等吗？这个我得跟您说明白了，怀孕这个呢，确实是一个误会。当初我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，然后情绪又有些不太稳定，所以说才会出现那个推迟。但是大夫说这个是非常正常，在女性里边很正常会出现的，所以说这个并不怪我。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工作赚钱，我自己平时我都供他吃供他喝的，跟他一起出去逛街，我都给他买东西。因为我儿子每个月我都得给他寄学费呀。生活费都寄呀，你没供之前他也照样。您每个月我也没少寄呀。点钱，他那些同学每天穿的都是名牌，您想让他在同学里边没有面子吗？我不让他那样呀。你太有心计了。自从他跟我儿子在一起吧，跟我儿子就是培养成一个小男人的，男人必须顶天立地，不能让女人给买东西们呐，我不赞成。他给买我不领他情，我倒真是起反作用。不是妈，说实话，我觉着我跟他在一起特别幸福，跟以前真截然不同。什么叫幸福啊？你刚多大呀？比如说我要。你22岁，他比你大了4岁，你知道吗？可是现在我们这个。请来说一下什么叫幸福，什么叫顶天立地？来解释给我听一下。第一，首先有学业，学业必须完成了。第二，事业没走向事业。我的梦想就是让他完成个事业。就你这样管着他，能成为顶天立地男子汉？他连吭都不敢吭一声，自己的女人都不敢保护，你在亲手扼杀自己孩子的幸福。你这样老管着他，能成为男子汉？因为我让他必须有学业。人家正在完成学业，人家没有荒废学业。希望在这个时候吧，真是他处对象。来吧，大姐，这话就别说了，全是前后矛盾。不想让他处对象，知道姑娘怀孕了，大老远的跑来，那什么没办法？您自己说的不也挺高兴的？别老把那个事儿都往外推。咱们现在这么说吧，他们俩之间的事儿，你能不能让他们自己做决定？我必须得管，因为他不适合我儿子。问你啊，现在站到我这儿来，教你怎么做顶天立地。妈，女朋友，选一个，随心选。奔着自己的幸福选。你看，事实胜于雄辩啊！咱们心平静气的讨论问题，知道您焦急，知道您爱您的儿子。因为他是我儿子。对。我想让他幸福。我看他俩在一起，3年结了婚以后肯定不会幸福。那他比我儿子大，身体又那么样，不能传宗接代。你太偏执了。我告诉你，太自私了。那您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试试看呢？什么时候要孩子？我暂时是不会要孩子的，至少7、8年之内我是不会要孩子的。这两孩子都多大了？你怎么不换位思考一下？那么自私呢？他的爷爷奶奶多大了？你看，你着急了吧？我还有问题要问呢，没问完呢。来，你过来。你跟谁是一头的？我自己是一头的，但是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跟我一头。我怎么觉得你跟那边是一头？我没觉得你想跟他好。你想嫁到人家家去，你用那样的态度对人家的母亲，你明明知道对方的老母亲和家里的老人有那个要求，希望早抱孙子，为什么不能稍事妥协呢？就完全都是自己，凭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让阿姨知道我很爱她的儿子。那你怎么爱呢？你爱他儿子，你跟他妈吵架，这叫爱？我并不想跟阿姨吵架，我来自一个单亲的家庭，我从小我就缺少母爱。
我不想说，因为他的母亲阻止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就真的不在一起，我真的就失去他了。你跟父亲长大的？是，2003年他们两个离异了。哦，那个时候你多大呀？高一。高一哈，伤害大吗？很大。我不喜欢这种单亲家庭。您别说，是不是？其实如果说跟阿姨处得好的话，其实也挺好。我想阿姨如果能够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以后结婚了，我会把他跟叔叔当做亲生父母一样来对待的。对你父亲是不是挺惯你的？不是特别惯我，他平时自己工作也很忙，然后也没有时间管我。也就是说你挺独立的，就这么长大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那现在告诉你，不要跟长辈，尤其是男朋友的妈妈那么大的声音说话，温柔一点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。你跟谁一伙的？男朋友。看出来了吧？他都有心计呀，把儿子拉走了。他多傻呀！来，你回去。把儿子拉走了。他没有介入的时候吧，我儿子跟我走得很近很近。好。平常啊，电话啊，沟通啊。自从有了他以后，这什么都少了。有些事情真是。他迟早得谈恋爱嘛，要不然你站那儿就不一家团圆了吗？我不同意，我不可能他俩在一起。不同意是您的事儿。我们家传宗接代必须的。传宗接代怎么了？因为他那个身体根本就不行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儿子他自己。大姐，尊重别人行不行？尊重可以吗？在没有事实的前提下，你说一个未婚的女孩没有生育能力或者身体不好，你是对别人的尊重吗？请你尊重别人好吗？我尊重他，我也同情他，但是今天我就是不同意他俩在一起。好，那是你的观点，你保留，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，也许会帮你理理思路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的观点是，他们暂时还是先不要谈婚论嫁，因为这个男孩他现在还谈不上是一个男人。你对他可能很真诚，但是你无法挡住强势的母亲对他的那些言语。等你真真正正的强大起来、强壮起来之后，你再来谈是否和他结婚。还有母亲，你想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但是恰恰就是你的爱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一点也没有担当。但是我就是不想如果跟他在一起。你一直这么插手你儿子的婚姻，以爱的名义去要挟，那么他就这样越来越活不出自我。现在除了恋母情节之外，还有一种叫恋子情节。什么叫恋子情节？老把儿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。我跟你说，儿子从出你肚子的那一秒钟开始，他就不属于你了。一个男人怎么顶天立地？今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词，我有一个理解：当他敢跟自己妈作对的时候，他就顶天立地了。这个时候说明他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。阿姨，我再给你讲一下，瘦不代表不能生育。你别看他瘦，说不定生一个9斤多的，那个时候你说他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对不对？说来说去，你不就说这个吗？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瘦吧，跟正常不一样，他是不健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但你不能因为人家瘦啊，你就说他一定说他不健康。好，小姑娘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丁克？我只是暂时7、8年之内，我不想。那也就是你不是丁克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想要生孩子的嘛？如果以后要让你生2个孩子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是双胞胎更好。阿姨听见了吗？人家不是丁克。你什么时候能给生啊？你之间可以商量的嘛。然后你说你，我跟你说你啊，还是那个妈宝，什么话都说。7、8年之内不要生孩子，跟你妈说。比你大4岁也跟你妈说，什么都跟你妈说。你妈说她什么不好，你也跟她说，是吧？没有婚礼你也跟她说啊，你妈不喜欢她你也跟她说。你有没有什么事可以自己做主吗？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话。有什么性格？在家庭里面，一个男人要做媳妇儿跟婆婆之间的缓冲，就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，或者一只耳朵进就干脆就别出了。你妈跟你说的不好的话，你就烂在肚子里面；你老婆跟你说的不好话，也给我烂在肚子里面。好好记住，你要做一个缓冲，要做一个协调作用，你是润滑剂。理解陆琪老师的心情，但很多看法非常不认同。母子连心。儿子的幸福跟母亲的幸福不可能没有关系的。虽然我也很反对他干扰自己孩子的幸福，但是儿子的幸福就是母亲的一切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第二，儿子独立的标志不是和母亲作对，是能够做自己的主，那才叫独立自主。我们总是说
我养儿子不容易，合着你养他就是为了管他、折磨他？你口口声声说家里70岁的爷爷奶奶不能等，说的你有多孝顺一样，但是其实你没有基本的家教。女孩子说自己是单亲家庭的时候，你作为一个母亲，你非但没有同情，你还加上一句我就不喜欢这种单亲家的孩子，你在人家雪上加霜。人家现在还没生孩子，你就众目睽睽之下指着人家说你不能生。还有一点，你说人家很会用手段，他才不会用手段，他要是会用手段的话，早把你摆平了。我觉得他挺简单。接下来我想跟女孩子说的是，从小跟父亲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如果有母亲在的话，母亲会教你如何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，如何对于骄傲跋扈的婆婆以柔克刚，用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劝阻她。这一点不是你的错，因为父母离异的早。但是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，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做一个能够不让自己丈夫、不让自己婆婆为难的孝顺儿媳妇，不要太过于的刚毅和执拗。接下来我想说到的是男方，寻找自己的幸福，并不意味着和母亲作对。考虑父母的感受固然重要，但是对的听，不对的咱自己做主。第二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保护自己的女人是自己这一辈子的责任。勇敢地牵着她的手，今天把这婚给我定了，就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，她毕竟是我母亲，然后自己一直不听她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直认为父母反对自己子女的婚姻，除了有作风问题、道德问题之外，父母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去反对自己子女的幸福。比如说，你母亲今天就是截然矛盾，她其实就是为了表现我这个家长权威的存在，而不惜去借那个老爷爷老奶奶的这样的一些理由。其实她压根就找不出一点反对这个女孩子的理由。她说人家瘦并不代表不健康。第二，她说人家年纪大，26比你大4岁，在这个年代算得上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以她的年龄观来代表你的婚姻幸福？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得出来，母亲反对你到底有没有理由？大姐，做聪明的妈是这么做。孩子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女人比男人衰老得快，10年以后、20年以后，你是否能接受？第二个问题，人家很年轻，因为你在学校里面你没有步入社会，你还有太多的诱惑，这个人是不是就坚定了一生？你把它考虑清楚，摆在这儿，这是你要克服的困难。我估计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你说完这个之后，如果他自己做了决定了，你还操什么心呢？非要10几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遭恨，你反对，万一以后他不幸福，说那个就是你给我弄掉的。他们幸福了吧？说你看你那块给我们搅的，要不然我们多那个两头不落好的事儿，你干嘛呢？我要是你，我告诉你，提出希望，然后下去决定让儿子做，有话吗？啊！我还是不喜欢跟他在一起。你看你又来劲了，还没想明白呢。是你提出期望和要求，至于儿子是怎么做，你都应该尊重他的做法，而不是你解不开结他就不结婚了，你解不开结他就不恋爱了。我还是因为他小，不希望他照顾我早。那您怎么着啊？要不然您把您儿子带走，有本事你带你儿子过来。姑娘，我也提醒你考虑一个问题，他对你的爱够不够跨越刚才我说的那道坎儿？想清楚啊！爱情在你们自己的手里。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表白时间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觉着，咱俩已经相处1年多，然后也都互相特别了解。然后在这1年期间呢，咱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吵架呀，一直感觉就像，要是再往大点说，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夫妻。然后我想，还这样一起走下去，我想我妈那边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她。希望你能好好想想，不要受别人的干扰，就算哪管她是我妈。在过去的这1年多里边，你的温暖一直深深地打动了我，让我体会到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家里所缺少的那个幸福。我不想跟你妈妈吵架，
刚刚看到你妈妈在哭，我的心里真的是很难受。我想，如果以后我们真的能有机会走在一起，就算没车、没房、没婚礼，我都不在乎。但是我希望你现在能回去好好的哄哄你妈妈。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破坏了你的家庭，破坏了你的幸福。来，请关门。本来是两个年轻人在这儿呢，咱们认真的看看他们之间的爱情。就因为妈妈的到来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们忽视了这对年轻人本身有可能出现的问题，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他妈妈的身上。所以那位大姐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所有的做法是帮他们掩盖了他们自己的问题，而放大了外面的问题。我希望这段话对你能有所感触。如果你是真爱你儿子的，接下来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又是姐弟恋，又是妈妈的不同意，你们看好他们的这段情感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60%的观众挺看好他们的情感，是赞成的。为什么呢？还是那个话，因为有了另外一个外力把我们所有的目光都吸走了，所以还是提醒电视机前的家长，碰到这样的问题，放手，善意的提醒，永远比攥在手里恶狠狠的管要来的智慧的多。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一起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我还是不需要你放弃，毕竟这么长时间，爸爸妈妈那边说好还会去追他。儿子，妈妈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，以后会找你，回老家找你更好。妈妈希望你为时已时的，以后会幸福的。希望你从这里边走出来。谢谢您啊，您回去。谢谢你啊，请回。